各位要不要想想看，如果心灵的课程，所谓的心灵的修持，都只是来满足个人的情绪价值，也停在这上面的话，它是多么可怕的影响。它等于是反修行，因为所有的修行都不是要你满足你的情绪价值，而是呢提高你的生命的视野。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喜乐，很高兴要跟各位见面咯。这次呢我们喜乐来开杠呢要来聊的主题呢是灵性消费主义也就是呢你会发现呢整个现在的市面上呢它已经变成一项一项的商品的灵气课程这边呢卖的是高阶的通灵的课程水晶的使用能量的使用或者是一些巫术或者是一些萨满的课程各式各样的灵性的内容呢都被一个个的商品化课程化，然后呢就标价出售感觉起来呢很热络，好像很多人在学习可是这样的模式是否反过来侵蚀所谓的一个灵性修行的本质了呢？这个呢我觉得呢我们是要去思考一下的灵性消费主义到底呢对我们的灵性修行呢到底有什么样的伤害。第一个比较麻烦的部分呢就是呢所谓的物质化跟世俗化，也就是说呢我们呢已经把灵性或者向内看，我们自我成长生命的本质的提升这件事情呢被物质化了，然后呢被世俗化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的所谓灵性修行就是离开物质跟世俗吗？其实也并不是，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灵性的修持呢它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超越世俗的，超越物质层面的。我们并不是离开物质，摒弃物质，达到一个不是物质的，不是，我们是超越物质。我们虽然也有物质的身体，我们也是需要吃饭，我们也是需要工作，我们也需要赚钱，但是呢我们生命呢有某一个部分呢，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被这个物质所困住，不会被这个物质所奴役或者是绑架，有一个超越在这个物质之上的世俗之上的一个观点或者一种体会呢，让我们不会因为呢物质上的起伏而遭受到痛苦。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就觉得各位一定要先弄清楚呢所谓的灵性成长它到底的目标在哪里。首先你会发现呢所有的课程呢琳琅满目，而且都标好价嘛，然后呢甚至现在都还有灵性市集，有没有卖各种的灵性产品，各种的灵性课程，然后呢包含算命包含占卜啦等等的东西呢，大市场一样，然后呢一间一间的，然后呢都在叫卖告诉别人我有这样东西卖多少钱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对于进到这个市集或进到这个市场的人，他在潜意识上他是带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计价的，冥想打坐修行是可以计价，各种的灵性产品是可以买过来的。这个就像我们在市场挑那些鸡蛋挑水果我要挑苹果还是要挑木瓜还是要吃香蕉，还是呢我要买鱼还是要买肉。我们呢已经在心灵上就已经把这个所谓灵性成长的这个东西呢放到物质的层面上去看待。那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呢？既然是钱可以买的，所以呢你就不会这么珍惜了。真正珍贵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其实人的内心都是知道的，如果这个东西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一点都不珍贵，只要你够有钱就可以。可是对于自心的烦恼的降服，是钱买得到的吗？我们可以说我花100万美金，然后呢我从此就不用死吗？有办法做到吗？或者我买100万美金，然后呢所有的烦恼都消除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有钱人都不用每天吃安眠药才能睡觉，他们很有钱身家上亿几十亿几百亿他可能呢连睡觉都没办法睡，必须要吃药才能睡得着。他还是必须要从内心去解开他内在的痛苦的根源嘛，这不是用钱买得到的。可是呢当一个课程呢用钱可以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相对的就认为说原来呢我的烦恼也可以花钱来解决的。可是呢这个跟修行的本质刚刚好是颠倒的。也就是说修行才是发现到呢物质或金钱呢并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事情，尤其是内心心灵层面的问题，所以呢它才显得特别的珍贵对于这个珍贵性呢
因为呢被商品化了以后呢，就好像不这么的重要了。这个是第一个呢很大的影响就是开始呢贬低了这个灵性层面的这些修行或修持的一个价值。这是第一个很重大的影响。第二个部分呢，会引导到认为说内在的问题可以用外在的东西来解决。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参加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呢我花了钱，参加课程我就会好。运势不好，我就买一个水晶或者买一个大师加持的能量产品，那我的运势就变好，我人生就顺遂了，我都不用改变我自己。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越来越发现呢，真正的灵性修持的核心慢慢的就不见了。而且呢，会开始呢放弃自己的内在的一个力量，他会仰赖外在的东西。我今天呢感情不顺遂，我就买一个爱情油擦一擦，那就有人爱我。我一点都不需要改变我自己，我也不需要改变我看人的眼光，我也不需要去思考，我这样的感情模式是不是有问题。我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有一个朋友他说最近呢有人在卖一种风水仪这个风水仪是要插电的是一种科技产品插电了以后它会发出红色的光然后呢这个红色的光会让人比较热情，比较充满了爱。如果你有爱情问题，你用这个的话就会解决。他有一个朋友把这个灯放在他的卧室里面嘛他就觉得本来呢他好想要跟他的男朋友分手的，因为他觉得跟他男朋友相处很多的问题。结果呢摆了那个以后呢，他就觉得没有问题的，不用那么想要跟男朋友分手了，真是神奇呀！大家听了会不会想要买？这个呢我们的灵性的这种消费化商品化这样的一个趋势呢，让我们呢越来越想要超捷径，走捷径，然后花个钱就可以解决的。就像呢我跟这个人呢，我喜欢他，所以我找一个咒术师呢做法让他爱上我。说我的男朋友外面有小三，我要找一个那个法师来做法让他们分开。就开始呢用钱，然后我们就试图让我们的生命呢顺着我们的想法来走。这样的一种倾向呢就越来越强烈。那这样的强烈的倾向代表了什么呢？越来越不相信心灵，你越来越相信物质，你越来越相信外在的东西能改变所有的事情，你越来越不想对自己下功夫，对自己的内心下功夫。可是灵性的成长，灵性的修行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要向内看，找自己的问题，然后发现自己卡在哪里，然后超越它。这个东西呢完全呢就被抛在一边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违反修行的核心的原理的。这个也是第二层的，就是物质化或世俗化的隐忧第三个呢，藉由这样的方式，慢慢的呢，我们把我们内心也物质化了我这里心情呢不好，所以呢我就花个钱去参加个课程请人帮我灌灌气啦做颂钵啦，那我心情就变好了。我们也把心灵呢当作一种物质来对待的。你不觉得这样子很危险吗？如果我们的心灵是一种物质的话，那些有钱人永远都是快乐的，有钱就可以买得到嘛。可是事实上是这样的吗？我心情不高兴，那我就吸毒就开心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把心灵当作一种物质，我用物质就可以改变我的心了。所以心跟物质是一样的东西。可是各位都知道吸毒的下场是什么，对不对？所以真正要解决心灵上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用看待物质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自己的心灵，那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再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呢，当我们灵性消费主义盛行的时候，就是我们灵性的这些课程或者产品呢被物质化的时候呢，带来第二个影响，它会浅薄化。什么叫做浅薄化呢？第一种浅薄化的趋势就是为了要照顾市场的需求，就开始慢慢的迎合人的情绪价值。所谓的心灵课程呢，已经不是在帮助我们超越自己的烦恼，超越物质，超越自己的欲望，超越各种各样的执着了，已经不是在这个方面，不是这个东西，而是开始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我今天打了坐，觉得我心情好开心我这个呢用了这个水晶呢能量疗法啦被老师灌了气，我就觉得好嗨所有的课程呢都会停在满足个人的情绪价值上面，就没有办法继续深入了。也就是说，课程或者是灵性商品被工具化了，它只是来满足我，让我嗨，让我开心，让我平静，让我快乐的工具而已，而不是呢来帮助我们自我探索、自我了解，更深入我们身心我们的心灵内在的奥秘
我们怎么样解脱我们的执着，我们怎么样有更高的视野，更大的智慧，更广大的慈悲，这些东西都摆在一边了。然后你用这个魔法油，我跟你讲，擦下去，你的心轮就会非常非常的热热的，好舒服哦，心轮都打开了。好，我们听到了这个颂钵的声音，哇，我声音被震荡，好舒服哦，我都不用再去想我们心中的烦恼了，我的心中烦恼都消失了，这跟做 SPA 有什么两样呢？各位要不要想想看，如果心灵的课程，所谓的心灵的修持，都只是在满足个人的情绪价值，也停在这上面的话，它是多么可怕的影响。它等于是反修行，因为所有的修行都不是要你满足你的情绪价值，而是呢提高你的生命的视野，让你更有智慧，更有慈悲，更不执着，生命更宽广，格局更大，这个东西好像都被忘掉。再来第二个呢，因为呢简单的东西比较容易学嘛，高深的东西，哇，好多的知识，好多的步骤，然后呢还有开始看到自己生命中的种种的局限跟苦这些东西呢都是很有门槛的，这后面这一段全部都被省略，因为你要商品化，谁想花钱买罪受嘞？花了钱我还要面对自己的痛苦，我花了钱我还要静下心来看到自己的所有的局限，不是利于市场的需求，大家为了赚钱自然就会把这些比较核心重要的但是比较深奥的或者是比较有结构性的东西呢都会放到一边，开始诉诸感觉。因为呢我只要让你感觉好，你就买单嘛，我就可以赚得到钱，所以呢我就开始会跳过修行上比较重要的比较核心的部分。可是呢刚刚好呢这样子就违反了所谓的身心灵成长的一个最终极的目标，一个方向，它是背道而驰的。现在发现很多的课程开始一步一步的放弃这些东西，只把最前面那些开始做内心的安抚、宁静、镇静，然后呢培养你的能量跟资源的这块的东西呢做到而已，后面的都已经丢掉了，重要的都丢掉了，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浅薄化的第三个就是求速成，然后呢会夸大疗效。如果说我跟你讲你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学这个法呢至少要修个3年5年呢才能看到一点点成效，然后呢内心才开始呢有一点点松脱，然后呢开始有点力量能有点智慧，能够让自己呢稍微稳一点，大家听了就想这么麻烦我才不要。所以呢开始呢告诉你这个方法可以让你速成然后呢自然呢比较深奥的部分，比较要面对的部分都全部都拿掉，诉诸于感性，诉诸于感觉你有没有感觉很好我跟你讲用这个产品你会让你非常的开心而且呢1个礼拜的课程就可以了，你就可以解决你所有的烦恼，你就变成新的一个人。说我这样点化之后呢你的能量就变得很强了，你就可以治疗别人了，你都不用修行。真的吗？可是人会相信因为这样很好卖。再来第三个呢，为了要增加自己产品的这个独特性以前灵气只有一种嘛，就是臼井灵气，现在灵气很多种金钱灵气、埃及灵气、天使灵气，现在灵气大概有10几20种灵气，然后呢有各自的符号、各自的东西。这怎么发生的呢？很简单第一个学灵气的人就觉得说如果我要去卖灵气，大家都是会灵气我就不特别啦，我要跟大家竞争我怎么要增加竞争力？我就加入一些别的东西进去。我告诉你这个灵气跟那个臼井灵气不一样我有一些别的东西，我有些独门的东西是跟它不一样的，我叫什么金钱灵气。这个金钱灵气我给它加上去之后呢，你就开始财源滚滚然后呢大家听了以后就眼睛发亮，哇，金钱灵气，我如果学会了这东西，我可以给自己用可以给别人用，大家都会变得很有钱掺入了很多个人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因为你掺入自己的东西，它原始的一些东西如果跟你要卖的这个宗旨呢有抵触的时候，它当然就把它剔除掉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呢灵气你已经看不到灵气守则。在学习灵气臼井灵气的人都知道灵气有10项守则，好像10戒一样，这些东西都已经不见了，只剩下我给你做点化，然后我有什么样的符号，然后呢我告诉你那这样的符号以后呢，这样你就会开始这个灵气就开始充满你的钱的力量原来的灵气的原始的核心的那些核心东西呢就已经不见了。这就是浅薄化，为了要卖它慢慢的丧失了原来这个修行途径的一个核心。事实上灵气本身它是一个修行的道路，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灵气已经变成
我帮人家灌气，我告诉别人，你只要用什么符号，然后灌气，你就会怎么样。它已经变成这样的技术了。原来的这个修行道路的核心的修行的信念的东西，在很多的灵气里面是看不到的。这是第二个部分，就是开始浅薄化了。好，再来第三个部分呢，接踵而来的就是灵性焦虑。什么叫做灵性焦虑？今天我懂这个课程，你不懂，你就会觉得你矮人一截。然后大家都学大家都学颂钵，我不会，我就开始很焦虑。我这个东西我不会，我是不是要去学？不学的话，我跟不上人家。尤其呢在这个小圈圈里面，身心灵圈里面，你会说，哎呦，我跟你讲我参加一个什么课程好棒哦，里面东西跑好，那能量超级强你知不知道？我接受了这个能量之后呢，我都觉得哇，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本来呢我的什么脐轮这边卡住，然后呢光一下来，我整个脐轮就打开了。你没有学过没关系来学就好了啦。那种开始呢一种攀比的心情就跑出来。我买了一个这个手镯，这个很有能量我戴上去之后，我跟你讲戴上去2-3天奇怪莫名其妙那个就有人来跟我示好来追我这真的太有效了。那你就开始说我也要有。好像我没有，好像我亏了我跟你讲那我那边有一种风水仪我放上去那个可以改变我们那个家里的磁场本来呢我们全家都常常吵架了，放了以后呢1个礼拜之后大家都笑眯眯的，都不吵架了呢。那你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要买这个东西，在家里也摆一个。可是这一颗是有点贵啦，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啦，才20万。这就是所谓什么灵性攀比、灵性焦虑就开始。人家懂的我不懂你不知道什么叫做那个脉轮我跟你讲脉轮这个东西你可以找哪个老师去学啦现在不懂没关系啦。你就觉得人家都在讲脉轮脐轮是什么东西海底轮是什么顶轮是什么它用了什么精油对应什么东西用什么水晶什么的。人家在谈的时候，你在旁边说我怎么都听不懂，什么紫水晶可以震动顶轮真的吗？然后你如果问的话，人家就看一眼就说你不知道没关系啦。我跟你讲这是一套很深的学问你可以去买几本书来看。那你就会觉得自己矮人一截了，你就觉得跟不上了，你就有一种灵性焦虑出现。我们修行不是越修越平静，越归于中心，不受外物影响吗？怎么越修越焦虑？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反省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不走身心灵还好，越走了开始神经兮兮的我跟你讲我通了某一个灵他告诉我要这样那样你的背后呢有跟了几个东西，你要不要清理一下？开始呢有很多的恐惧，有很多的恐吓，害怕我没有做这个，害怕我没有学那个，然后我会怎么样？越学越神经兮兮，害怕呢我家里没有风水的某种摆件，我的运势就会不好，比来比去，怕东怕西的。人不是越学越平静，越不依靠外物吗？怎么学到后面开始神经兮兮起来了呢？这个是不是要检讨一下，你真的修对了吗？身心灵修行，身心灵成长，我也觉得有几个重要的方向是要好好的把握。第一个一定是向内的，向内观察，向内理解我们的心发生了什么，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解决的方法也是向内的，看清楚，超越它，解决它。一定要时时的记得这件事情，不要一直跑到说我学了某种风气，我念某个咒，或者我学了某个冥想方法，我就能怎么样。这些都是方便，所谓的方便就是让你可以安顿你自己，然后呢接下来你要开始看到你自己，面对你自己，去观察你自己内心发生了什么，你卡在哪里，你有哪些痛苦，有哪些烦恼，好好的真诚的面对它，去看清楚它的结构，它到底是怎么样让你痛苦的，你为什么会这么执着，你为什么是放不开的，去看到它，超越它，这才是修行的核心，而不是我这里也难过，我自己心情不好，真的没有自信，所以我就赶快去买一颗叉叉水晶，冥想一下，我就觉得我会有自信了。这些都是向外求的反应，这都不是向内求。真正的方式是我看到我的没自信在哪里，那个没有自信的本质它是一种匮乏，那这个匮乏本身是一个幻象，我们看穿了没有，
我们看透了没有？当我们看穿看透的时候，什么水晶都不用，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打开来了，我们就有自信，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好，今天我们呢就讲到这里咯。如果各位朋友呢觉得我们的东西呢还不错的话呢，欢迎按赞、订阅跟分享哦。然后呢，如果想要得到新的影片通知，请按小铃铛。好，谢谢各位的观赏，谢谢。